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当人潮渐渐消散，谁陪你度过心慌？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善良和勇敢。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用爱播种希望。喜乐无常，内心却感动满满。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每个人都是天使，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王洛君，你不能放弃，你一定要撑下去。迪儿，快把这碗汤喝了。这是什么？这种草药可以治疗癌症的。这种毫无根据的东西，怎么可以乱吃呢？哦，是我一个客户送的，他听说你不舒服，就买了一大包给我。哎呀，他一番好意，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客户送的，我就得吃啊？当然不是啦，我是听说有人喝了之后，对控制癌细胞很有效，所以才想让你试一试。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别人吃得好，对我来说可能是毒药。都没有喝过，你怎么知道是毒药？如果偏方真的有效的话，那谁还要接受化疗？万一我出了什么事，那些好心介绍人会站出来负责吗？这个汤我熬了3个多小时，不信就不要喝，不需要说的这么难听。这是你跟你客户的一番心意，我喝就是了。啊，算了，万一你喝了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你家人交代？现在是谁说话难听了？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我的问题，什么时候要让你跟我家人交代了？给我。哎，你病成这个样子，等一下割到手就麻烦了。啊，回房休息。迪儿，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
是我不好。当你受委屈了，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能是药的副作用，我不会放在心上。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守着我。爹，你能不能改变主意，让我请个女佣回来照顾你？你是不是照顾我照顾到烦，开始厌倦了？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能找个人回来做家务。家务可以做啊，是你不让我做。爹，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甘愿请女佣呢？我不希望有外人住在我们家，我也不会使唤人，到头来不是我自己做。OK， 我听你的。爹，吃药了。爹，起来，吃了药再睡吧。我好不容易才睡着，你干嘛吵醒我？我知道，可是这药不能不吃啊，吃了药，病才会好得快啊。要吐！等一下，来，没关系，我洗一洗就行。对不起。没事，来。这样的日子，我还能撑多久？你又吐了，吵醒你了，你回去睡吧，我没事的。我扶你回房睡。你明天要工作要休息的，你先去睡吧。我坐直升机陪你。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坐一会儿就会去睡的。那好吧，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喂，Johnson。哎，有空吗？打高发？当然啦。不行啊，今天我要陪老婆去看医生。又陪老婆，你已经陪了她这么长时间，自己也要松懈一下嘛。我看还是下一次吧。哦，你们玩得开心点。哎，起来了，我煮了粥给你吃。今天你不用陪我去化疗了，跟朋友去打球吧。这怎么可以呢？你陪我是坐在那里等，浪费时间，不如跟朋友去打打球，松懈一下。我怎么可以扔下你不管？你这样我心里会难受的。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是时候应该出去放松一下，解解压。我还需要你照顾的，所以呢，你必须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不能倒下去的。你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做化疗？快点去跟朋友会合吧，我知道你打球趁早的。那我先走了，记得叫妈来陪你去哦。OK， 走了。OK。All our lines are currently busy at the moment. Please hold shortly. 莫君，怎么这么迟啊？我等不到德士，不是一强送你来的吗？他也是。还有什么事情比你更重要啊？别这么说他嘛，这段日子他照顾我，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挺辛苦的。所以呢，我就叫他约朋友去打打球，放松一下。既然他没空，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让我带你来啊。你要工作的啊，叫妈陪你嘛。这一点小事不要麻烦他了。更何况妈年纪这么大，我不想让他替我担心，操劳的。你就是那么爱逞强。哼。说如果不舒服要叫我啊。谢谢你，绝对 OK。姐，怎么今天这样空闲啊？不用上班？我请了半天假。难得请假，早点回去休息嘛，不用管我了。你不要赶我走，我是你姐，又不是外人。我知道，我真的应付得来，不要麻烦你们。什么麻烦？我们是一家人啊！你干嘛说这种话？再说的话我就生气了。就让我坐这里陪你一个下午吧。啊，又是这些啊！阿姨妈，好点了吗？啊，你一个人啊？那女人嘞？什么女人？你少在那边装了！我住院那么久，我从动不了到现在可以走了，她就来那么一次，她眼里有没有这个大姨妈的？你说若恩呐，她工作忙，走不开。你去跟她讲，我明天就要出院了，她不来接我，我是不会出院的啊！大姨妈，大姨妈，我听说这医院每天都有人死，你不觉得自己怪怪的吗？你是说这里不干净啊？我是说这里有鬼啊！你看，我的毛都站起来了。切，鬼有什么好怕呢？人才可怕吗？你呀，你去跟你的女朋友讲啊，她一天不来接我，我会继续住到她来为止。好了好了，不怕不怕，我怕你饿死啊！来，吃点东西吧。你是不是很辛苦啊？要不要坐下来歇一歇？还好，我还撑得住。哎，大江，若君，你还好吗？没事，刚做完化疗是这样的。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找你，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不行啊，我要送若君回去，而且我还要去车厂拿车。姐啊，你去忙你的吧，
不用担心我了，我行的。你刚做完化疗，现在身体很虚弱，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回去呢？一强跟我说好了，他会来接我的。真的吗？他已经在路上了。去吧。好吧，那你自己要小心点。来，坐下。记得给我电话。拜拜。拜拜。谢谢你，拜拜。Sorry 的，我困在车笼里，可能赶不回来接你。能叫妈的陪你回家吗？还是叫大姐？不是吧？他有没有搞错啊？用不出院来威胁我？我大姨妈就是这样的啊，她想做一件事啊，绝不放弃，永不妥协。我骗她说医院有鬼，她也不肯出院啊。既然那么喜欢住院，让他继续住下去吧。我大姨妈很年轻就嫁到南非，我姨丈意外去世，她一个人要照顾几个小孩子，已经很不容易。我求求你，你就看在我份上，委屈一下吧。你也知道是委屈我，那还来找我？我告诉你，现阶段最重要是照顾好我妹妹。至于你呢，你先搞定你大姨妈，再来找我谈。伦，不要浪费时间了。Sister Wong， 你去哪里啊？我送你啊。啊，不用了，我在等德士，不用麻烦你了。不要跟我客气啊。如果不好意思，可以补贴油钱给我的。Sister Wong， 你来癌症中心干什么？我来看个朋友。哦，我呢是来看几个小朋友。又来当义工啊？因为我太空闲，所以找一些事情来打发时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世界就会变得很好了。我以为你会说会天下大乱。哎，你脸色不是很好，生病了？哦，不是，我昨晚睡得不好。哎，你刚才说你家是在这附近是吧？哎，对，前面路口，你放我下就行了。啊，没关系啊，我可以送你到家楼下。真的不用了，不用了，前面路口就可以了。真的？啊。小心啊！Sister Wong， 你醒了，觉得怎么样？是你送我进来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看来我欠你越来越多了。没关系，长命债长命还，我又没有向你追债啊。
你是不是病了？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妹，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会晕倒啊？我本来已经回到家的，可是突然间晕倒，是他送我进来的。你送他进来的，谢谢你。哦，本来我不想管的，但是我想到他还没有还我车费。好了，你家人来了，我该功成身退了。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哎，等等。啊？不能让你出钱又出力的。我这妹妹啊，刚做完化疗，身体还很虚弱，还要硬撑。哦，不用这么多。你的时间就是金钱啊！来。啊，对不起啊，刚才你说你妹妹在接受化疗。嗯，谢谢你啊。哇，那德士司机啊，真的很热心哦。姐啊，他不是德士司机，他是我的朋友阿木。我在德士站遇见他，他顺便送我回去的。为什么要送你回家？不是说好一强来接你的吗？一强临时有事走不开，我就自己回家了。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姐，你别紧张，路上还有很多好心人的。你说的对，路人啊都比你那一强靠得住。不行，打个电话教训他。姐，不是他的错，他被困在车笼里，身不由己。什么身不由己？一开始他就不应该去打球啦。是我叫他去打球的，是我的错，我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哎呀，姐，我晕倒的事情别告诉妈，我怕她担心。如果你怕妈担心呢，就先好好照顾自己。还有，我警告你啊，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就辞掉工作，全职照顾你。你这样是在威胁我吗？我是认真的。那你就别辞职了。我答应你，以后要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一定告诉你。什么这样的情况？是任何情况你都通知我。那我现在人在医院，我有什么事啦？你还是早点回去陪妈吧。还有姐啊，去我家帮我拿几件衣服。好吧，那我迟点再来啊。嗯，拜拜。拜。哎，大姐，你来了，喝水吗？你还真够有良心啊，还有心情去打球。我本来是不要打的，是罗军坚持要我去。洛君心疼你才这么说，你就不能牺牲一下？有人拿着刀子逼你吗？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打一下球也不可以？你知不知道他在路上晕倒了，现在在医院？你明知道他身体虚弱，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做化疗？就算你真的要去打球，你也应该做好安排，确保他的安全。所以说，他不找你们帮忙也是我的错了。你总不能叫我每天不睡觉、不做工，24小时陪着他。你知道我为他做了多少事吗？你是在算账啊？你在抱怨他拖累你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像他现在这种情况，是应该住进疗养院接受治疗，让专人照顾。他坚持不去，我能做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人在做，天在看。跟你这种人说话，浪费我的口水。是，我是罪人，只有你是圣人。做人不要只会批判人。你是他姐姐，你问问你自己，你为他做过什么？你为什么不好好躺在床上？别那么紧张，只是上个厕所。你可以叫护士帮你的啊。这个时候护士最忙了，别去吵他们。你的状况这么糟，有什么需要只要按个铃就行了。知道了嘛？下班了不回家休息，怎么又跑回来了？我担心你，才不像那个没有良心的。姐别这么说一强嘛，他心里不好受的。他明知道你住院，应该来陪你的。他有来陪我，可是他也需要工作的，他还是要睡觉的。再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他没有义务照顾我的。
你们本来已经注册结婚了，只差一句“我愿意”，就没有义务了。男人真的不可靠，还是靠自己最好。不能这么说，这是我的选择。我看大江就对你很好了。风平浪静的时候当然没问题，如果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不懂会怎么样。对了，大江今天讲什么事啊？他说他的大姨妈要我去接他出院，他大姨妈说，如果我不接他出院的话呢，他就不要出院，再威胁我。你说哪有这种事情啊？原来威胁你的就是这个大姨妈。姐你也真是的，怎么说人家也是长辈嘛，留个台阶给人家下吧。接他出院不会少你一块肉的啊。啊，我的事情你不要管啦，你快点休息，快点睡觉吧。你别担心我，你要照顾我，要陪妈的，医院家里两边跑，你别累坏了。我等你睡着了我才走。谢谢你姐，一辈子两姐妹还讲这种话。夜班护士的责任重大，要有明确的判断力，要学会怎么分辨轻重缓急，照料各种不同的病。是啊，第一次值夜班是比较辛苦的，加油，加油！上夜班真的很不容易啦，而且还会遇到什么？还会遇到好朋友。不是吧？真的？你知道的啦，医院死过这么多人，当然什么东西都有啦。海东哥，你要去哪里？需不需要我帮忙？啊，我要去厕所。我陪你去吧。不用，我自己可以的。那你小心一点哦。哦。喂 ，A 说的不是真的吧？当然是假的啦！在这里值班那么多年，我什么鬼都没看过，只看到一只胆小鬼。吓死我！我听说医院每天都有人死，你不觉得这怪怪的吗？医院死过这么多人，当然什么东西都有。快点！有鬼呀！我真的看到鬼啦！我要出院了！美伦哥啊，我们的医院是没有鬼的，我看你是搞错了吧？你没有看到，你当然说没有，我不管了，我现在要出院了。不行啊！如果你要出院的话，你要等到早上医生批准才可以出院的。更何况现在那么晚了，自己一个人回家很危险的。是啊。不要出院可以，除非你们一个人留下来陪我。我们今晚有很多病人要照顾，只可以陪你一下子。我不管呐，我也是病人呐，你们不陪我，我去投诉。我来陪他。
这里交给我，你们去忙吧。谢谢 sister。哦，如果你不想见到我的话，我可以马上离开的。不要，我宁愿见你，也不要见鬼呀！你别听人家乱说，医院根本没有鬼。你没有看到，你当然不相信。我真的见到鬼啦！如果你坚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的。我不要回病房啊，恐怖死了！那我陪你去休闲室看电视好吗？啊，好。你改变主意了没？大家不是说你不会来了咯？我想通了，你年轻丧偶，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要资助大家两姐弟的生活，很不容易。你真的很了不起。其实啊，我们孤儿寡母啊，要在异地生活真的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不强势一点，不是被人家欺负了，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我好不容易再出一次国，坐一次飞机，就被你看笑话了。不过你真的不应该跟空姐大喊大叫的。其实我只是想拿一点礼物回去给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小朋友当礼物而已嘛。原来你是用心良苦，不过你那样啊，也是不恰当的哦。我知道，大家已经讲过我了，我会改的。那你回去的时候呢，我会准备一些本地的土产，让你带回去给那些小朋友。真的，我代他们向你说声谢谢啦。现在你好好休息，我在这里陪你。就算有妖魔鬼怪来打扰你的话呢，我都会帮你挡。哇，你现在呢，怎么看就怎么漂亮，一点都不像安迪。真的吗？真的的，你不安迪，安迪的是我，我才是你们的安迪啊。门龙哥，这是你的药，还有你的出院报告。你的药记得啊，一定要按时服用。还有啊，记得要遵照物理治疗师教你的那些复健方法，免得再拉伤你的髋骨。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哎，可爱的小护士，你还没有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嘞。哦，对，我写给你。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哦，门龙哥，你要他的电话号码干嘛？叫我儿子打给他，娶她过来当我儿子的老婆啦。对哦，我怎么忘了？不过他写的电话号码好像有点模糊哎，我帮你改一下。是吗？喂，你干嘛？你送羊入虎口啊！Madam 哥，我改好了。那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的。谢谢你们这些日子以来的照顾。我知道我不是个好病人，但是你们通通都是好护士。来，一人一个。Madam 哥，我们不能收你的红包的。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吗？你们不说我不要出院了哈？大姨妈怎么又来这一招了？那红包他们不能收，道谢卡他们一定可以收的。谢谢你们。谢谢你。其实我们看到病人康复出院，我们已经很开心了。你也是的，怎么只给一张，那么吝啬？等我回去啊，我寄整打给你们，人人都有份。好了，回去慢慢记。我们赶快出院了，不要打扰他们工作。南哥，走。好好照顾自己啊。Yeah, thank you. Bye. Bye. 等我一下。你们啊，当夜班的时候啊，真的要很小心啊！这里啊，哎呀，很恐怖的。我隔壁的那个病人啊，睡到一半会不见呐。还有啊，我去厕所的时候，那个灯会一闪一闪，又突然停掉了。在走廊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那个穿红衣的小女孩飘过去的。哎呀！你们真的要很小心啊！这里真的，这不要乱说话。什么不要乱讲话？我还没讲完呢。还有我对面床那个女的。Sister Wang， 你怎么会来的？不欢迎我啊？来。谢谢，不还你也不行啊。
你专程来探病，怎么说也是一番好意，我也不可能闭门不见啊。谁说不可以的啊？住院最重要就是接受治疗还有休息，如果还要应酬，太辛苦了。你还挺会替人着想的。如果你真的很累，马上下逐客令，不用客气的。我带了一本书给你看啊。谢谢。你知道了？对不起啊，昨天听你姐无意间提到的。其实以你的情况，我多少也能猜到。为什么叹息？为什么怕人家知道你患癌啊？我不喜欢别人同情。不过我没有同情你啊，我是关心你，想看能为你做些什么。我也不需要。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关心？多少安慰的话语都无济于事，有时会是一种负担。这是我自己的战役，无法假手于人。完全同意，这是你的战役，你的战场，我们不能帮你打，不能帮你痛，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就像战场上的将军，独自一个人是无法赢得胜利的。你呢？应该是习惯了帮助别人，现在角色对调，你就不能够接受。你呢？应该是习惯了帮助别人，现在角色对调，你就不能够接受。你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负担。我真的不想麻烦别人。这你不用担心，不愿意被你麻烦的人迟早会离开，留下来的都是不怕麻烦的人。我呢，就是其中一个。好，话别说得太早，你会后悔的。欢迎试用，如不满意，原因奉还。那好，我觉得我嘴唇有点干，你可以到楼下去帮我买支护唇膏吗？好，马上去。啊，还有啊，你一定要收钱，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接手的。昨天你姐给了我一张50块，够了。要不要连 face mask 一起买？啊，不用了，不用了。等我，很快回来。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嗯，好多了。医生说我没有脑震荡。哦，那就好。我买了一些苹果，我削给你吃。我现在不想吃。我知道妈跟姐有时候说话，语气是重了点，你不要放心上。他们是因为紧张我。我明白。都是我不好，让你难受，是委屈了。没关系，是我欠你的。怎么这么说呢？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我想请你成为我医疗方面的决策代理人。你比妈和姐来的理智、冷静，也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在我病重或陷入昏迷的时候，你可以帮我做医疗的决定。你是最佳人选。
可以吗？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要跟你说的。什么事啊？我下个星期要到上海，公司打算在中国拓展新业务，需要我去那边处理一切。要去多久？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我需要在那里定居一段日子。定居？很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处理，那快则3年内就可以完成，慢则可能需要5到8年。你是说你要离开我？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些？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是应该留在你身边，来陪伴你。但是这些日子以来，我发觉你根本不需要我，我好像什么都帮不上忙。我只会惹你和你家人生气，反而会影响你的疗程。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或许我是应该离开你，对你会比较好。我明白。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不用说对不起，你没有欠我什么，我也知道你尽力了，你不用感到内疚。我很累了，我要休息，你回去吧。还是会走过熟悉的角落，我去，清凉幽默，要跑走，让小不那么做作。我走了。忍住不说，可心痛像漩涡，回忆反反复复，总不够利落，还是会安慰。没想到，我竟然被同一个男人伤害2次，我真的是太傻，太天真了。不要告诉我，你已经尽了力，因为那意味着你已经决定放弃，不再爱我了。最后一次，这个男人不再叫我爹了。振作，告诉自己你该有更好的生活，说穿了只想让自己好过，还是会走过熟悉的角落，清凉幽默，让小不那么做作，忍住不说。我只想过一些比较素质的生活，不想被病魔拖着走。我累了。虽然他放弃了你，这并不代表你也应该放弃你自己啊。你还有妈妈，还有姐姐，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要振作起来。
你的意思是我是特地来找家人的吗？不是啊，你还有我，不管以后的路有多么难走，我们都愿意当你的后盾，一直陪着你，不会放弃。